进入2024年，中国房地产业的寒冬似乎仍在持续。近日，多家龙头房企发布销售数据及业绩预告，均不容乐观。其中，央企控股的地产巨头华润置地1月销售额同比暴跌近30%，刷新历史最低。此外，中指院公布的数据显示，1月中国100强房企销售总额也同比大跌30%以上，数量和规模均创下历史新低。与此同时，业绩预告显示，90%以上房企预计全年亏损，其中不乏多家头部楼王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行业整体仍在加速下行，房企寒冬远未结束。华润置地销售量首次断崖式下跌，重组架构艰难应对市场压力。2月8日，中国央企华润集团旗下地产开发商华润置地发布1月销售快报，数据令人震惊。报告显示，今年1月，华润置地实现总合同销售金额114.2亿元，同比暴跌 28.7%， 权益销售额也骤减超30%，为77.4亿元。这是华润置地销售数据第一次出现如此陡峭的下滑。业内分析认为，今年市场环境可能更为严峻，华润置地也难逃厄运。事实上，近年华润置地就与行业大环境失衡严重。2023年，在行业总体下滑不到20%的背景下，华润置地全年销售额便暴跌超50%以上。更有甚者，进入2024年以来，形势进一步恶化。上述数据表明，仅1月份华润置地的销售额就已同比蒸发1/3，创下历史最低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压力，华润置地也在积极应对。公告披露，公司正在大刀阔斧推进组织架构重组，合并多家区域性公司，整合相关业务和人员。有分析认为，这与公司连续数月销售额下滑、现金流趋紧有关。精简人员有助于减少运营成本，控制亏损规模，但重新打造团队和架构也需时间成熟，短期内难以扭转公司经营困境。此外，更令投资者担忧的是，华润置地去年12月单月销售数据同样惨不忍睹，仅当月一家公司就录得总销售额环比减少近60%，销售面积缩水60%有余。这无疑表明，2024年房企生存环境可能更为艰难。在政策环境未明朗、市场氛围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即便体量庞大的龙头企业，也难以避免销量跌入谷底。100强房企1月销量全面下挫，创历史新低。此外，中指研究院等机构近日发布的100强房企1月销售榜单，也印证了行业整体低迷的现状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1月，100强房企实现销售总额2815.3亿元，较上年同期急挫30%有余，环比降幅更达近50%，均刷新历史最低纪录。分阵营看，无论老牌龙头还是中小型房企，都没有幸免。Top 10房企销售额平均值就较去年同期缩水30%左右 ，Top 11至30企业和 Top 31至50企业销售均值也双双下跌超过30%。这表明，即便是行业头部老企业，也难逃全线下滑的厄运。部分分析认为，这与防疫政策长期放宽、楼市预期转淡有关。普通民众房贷负担依旧沉重，购房意愿大减，头部楼王也只能任市场摆布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100强房企头部阵营正在不断萎缩。数据显示，1月份实现销售额超100亿元的企业仅有7家，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3家；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企业也仅剩8家，仅次于上年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即便是行业头部企业，也逐渐丧失价格定价权，难以抵御住宅市场持续冷却的压力。在此背景下，更多中小房企可能被迫退出局面，相关从业者也将承受失业风险。90%以上房企预计亏损政策红利难续。
除了销量数据外，多家龙头房企发布的业绩预告也印证了行业低迷。温统计显示，已有54家 A 股房企提前公布了2023年度业绩预计，期间仅个位数家企业预期实现盈利或小幅增长，绝大多数企业均预计全年亏损，预计亏损额合计高达1000亿元规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预告亏损或大幅减亏的房企中，不乏此前表现优异的头部企业，其中绿地控股就终结了自上市以来全部年度保持盈利的记录。世茂股份更是自2006年上市以来首度预计亏损，预计净亏额高达几十亿元。分析指出，这主要是因多地先后放宽购房政策，刺激楼市的政策红利渐趋衰竭。在需求端犹在冰点的背景下，房企利润率难以为继，前期通过降价促销获得的增量也逐步消化殆尽，业绩下滑乃在所难免。总体而言，2024年以来多措并举的政策支持并未扭转楼市跌势，相反，销量和价格的双重下行趋势仍在持续，头部楼王的业绩表现也难逃厄运。种种数据和事实表明，房企和整个行业的寒冬远未结束。在市场信心未重建的当口，龙头企业能否撑过难关仍是未知数。业内预计，如果政策环境不明朗持续，今年可能再有大批中小房企被动离场，相关从业者也将面临失业等多重风险，整个行业面临深度洗牌。此外，在业内人士看来，房企和行业的困境还远不止销量下滑和亏损这么简单，相关从业者也正在或将面临失业等多重现实风险，整个行业有深度洗牌和结构性调整的迹象。以开发商为例，多家企业不得不采取裁员缩编的办法，应对现金流日益紧张的窘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去年1年，规模以上房企裁员的新闻就屡见报端。其中，多个上市房企辞退员工过万，部分省会城市区域性老牌企业也被迫减少1半以上人手。业内分析指出，这与房企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、运营状况持续恶化有直接关联。可以预见，如果形势继续向下，更多房企可能不再具备支付工资的能力，被迫采取裁员或者直接倒闭的做法。这势必给相关居民和家庭的生计带来重大不利影响。此外，除开发商本身外，建筑业、家居建材业、房地产中介和物业服务业也在这场全行业寒冬中遭受波及。上游建材和装修企业订单锐减，不少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，中下游的房产中介和物业服务业从业者收入大幅缩水，生存压力剧增。据报道，个别城市房产中介行业从业人员已缩水70%以上，物业和保洁岗位空缺率也大幅下降。可以预见，在整体市场环境不容乐观的背景下，这些就业岗位和群体的处境也将雪上加霜，相关就业和生计难题进一步凸显。此轮行业低迷也导致了房企财务状况全面恶化，相关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在快速聚集。数据显示，多家上市房企资不抵债，资产负债率超过100%，现金流严重不足。这势必加剧企业之间甚至整个金融系统的连带风险。一旦出现改制破产或兼并重组，势必波及深广，导致更大范围的金融市场动荡。